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Lanc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讨论了所谓的 Imposter Syndrome，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克服这个所谓的冒名顶替症候群。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吧。好，首先呢，在我们要去克服这个部分的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自己好像已经被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imposter syndrome 受到影响了，可能是对于自信啊、自尊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在职场的发展啊有所影响。我们先去认识，然后觉察，发现说，哎呀，好像我真的被这个部分所影响到了，那我们才有可能有机会有所改变。第一步呢，就是接纳你现在当下的一个情绪，例如说，我在开会的时候发现，我本来是想要说话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够聪明，或者是我没有比其他的人有经验，我不敢说话。然后发现其实人家讲的也没怎么样，也没有比我好，但是就是那个内在那个我不敢说，因为我觉得我讲出来人家可能会笑我，觉得我不怎么样的那种心态，先去接纳，我又有这样子的想法跑出来了。我们第一步其实是要练习的是不批判，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的 imposter syndrome 啊，或者是其他的对于自我的内在、自我的概念，我们常常都是用一些比较负面的内在语言来跟自己沟通，所以呢，这样就会很容易造成自己很不高兴的一个部分，自己对自己不满意的部分。那如果说我发现了我就是有 imposter syndrome， 但是我也在批判我有 imposter syndrome 的时候，其实我等于是又在发展出另外一个自我来批判我自己，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批评，这样子其实对我们自我的概念并不会有改变症状，也不会有改善。所以呢，我们希望的就是先去练习接纳，我现在有这样子的念头了，好吧，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还是会这样子想，就先去接纳，然后去接受自己现在该有的一个状态，就是去看见、去接受就好了。OK， 那第二步呢，就是把它写下来。今天我发生了哪些事情，让我觉得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出现？我做了哪些事情，在哪些状况下，在哪些情况下，我又有这些的念头，把它写下来。当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在某一些情况下，你会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 imposter syndrome 出现。那当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模式出来的时候，你就更能够透过这个模式去破解，那你就更了解你自己在哪些情况下的时候，我需要更努力的去想办法克服这个部分。Okay? 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试着做的是去用一种想象力，透过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那个部分的自己，有想象力的自己去想象，那如果说未来当我是一个有自信的人的时候，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会怎么样应对这样子一个场合呢？我会怎么样跟这些人回话呢？我会怎么样反应呢？然后甚至是把它回到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身体去想，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姿态？我会怎么样去跟人家说话？我站立或者是坐着，我的姿势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跟反应？那你的身体有更明确、更精准的一个反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状态离我不远了。OK， 下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 RAS， 也就是呢，透过我们网状活化系统呢，回馈自己，给自己一些正向回馈。也就是说呢，当我今天克服了我自己的一个负面的内在语言，不再是这么觉得自己是 imposter syndrome 的时候呢，我敢去发言，我敢去做些什么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回馈，甚至包括我今天又发现我自己要讲这件事情，可是我没有这么做，给自己一些回馈。当我们在每做一件事情给自己一点回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去克服自己内在的那个恐惧，就会显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容易，然后之后就会变成 a piece of cake。 下一点呢，就是专注在你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在终点，这个过程才是重点。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觉得
我已经练习不要这样子，老是用一些负面的语言来打击自己了。怎么3个月了，我还是会有这种念头呢？那就是因为这样3个月之后，我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念头跑出来，而不断的就回来再打击自己说，怎么会这么笨？你怎么还没有达到你觉得你自己想要的那个部分？那这样子呢，我们又一再的打击自己的自信啦。所以呢，这里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练习的，我们去看见这个过程。哇，3个月前其实我是连这件事情连做都不敢做的，我现在已经做到这个部分了，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去看见你的那些进步，去肯定你自己的进展跟努力，这才是我们希望可以专注的部分，而不是只看着终点。终点只有一个，过程会有非常多的变化。OK， 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能例如说找一些你可以信任的人，你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你工作里头你觉得跟你一起同时间一起打拼的人呢，一起加油打气，跟对方分享自己的部分，自己需要努力的部分，也就是 be vulnerable， 那也就是去展现自己不够好的那一面，然后去告诉对方说，我需要你的帮忙。你知道吗？人性里头呢，其实是有一个善良的部分，就是人很喜欢帮助别人。那当对方知道说你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呢，他会很乐意的去，例如说给你打打气啦，鼓励你啊，或者是提醒你，你好像又对自己比较严苛咯，不要忘记咯，给自己多一点鼓励，然后给自己看见自己有努力的部分，看见自己有进步的部分，然后你会发现，就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陪着你一起走过这一段路，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还蛮喜欢，就是写下你自己好的地方，包括别人曾经对你的赞美。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了，就是有些时候呢，当我们有 imposter syndrome 的时候，对于别人的赞美其实是很难接下的。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试着反过来，反其道而行。所以我们要把别人曾经说过你好的地方，不管是大或小，甚至写在 email、写在简讯，或者是他们对你口头说的话，都把它写下来，变成一个 list， 那把它放在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每当我开始觉得比较沮丧啦，又或者是我又开始觉得说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实时的去看见这个，其实他们都说我很努力，又或者是其实我在做简报的时候也是做得不错的，又或者是这些人他们其实是很喜欢我这个部分的，看见自己还是有好的地方，我们就比较不会整个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来看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一事无成，或者是又因为犯了一个小错，然后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然后开始充满了自我批判的那种状态。那下一点呢，是我比较常会跟我的个案一起练习的部分，就是去挑战你自己的念头。例如说呢，当我开始就说，我觉得其他人应该都比我聪明了很多，我应该不适合说话吧，我没有办法发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挑战自己，这个想法是真的吗？有证据吗？有证据去证明说其他人都比我聪明，其他人说的话都比我价值吗？还是只是我自己在想的？当我们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也不一定啊，那只是我自己说的。甚至我可以去再进一步的去挑战自己，我现在有这样子的想法，对我是有帮助的吗？那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的，因为通常他们这样子的想法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充满了批判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挑战我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并不需要去听这个部分的自己啊，我并不需要去听那个哒哒哒哒哒很在旁边碎碎念的那个声音，我可以把它静音掉，我可以把它放到旁边，我可以去专注在其他我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好，最后一个呢，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 self affirmation， 写下一些自我肯定的话。那如果你对于这方面的讯息比较不了解的话呢，会提供一些网站让大家去看一下，也就是多说一些正面的语言。其实一样的我们如果说在一些研究里头就发现了，我们是正面的经验跟负面的经验呢是要以1:5的状态，也就是一句负面的话，你要有5句正面的话来反过来，你才会感觉比较平衡一点。包括在跟人的关系、相处关系都是一样的人跟人相处过程当中，如果你今天讲了一件比较伤人的话的话，你未来你可能需要讲5件比较就是赞美他的话，
这样对方才会觉得比较平衡一点。如果今天你们吵了1次架的话，你们之间就要有5次做一些快乐的事情、开心的事情，你觉得对你这个关系的感受，你就会比较平衡一点。所以呢，我们要时时刻刻的不断的去练习 self affirmation， 也就是对于自我内在肯定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在想着那些对自己不好、自己没有办法肯定的那个部分的语言。那想想看，你要多常去讲一些比较正面的话，对于自我肯定的话，你才有可能比较有一个平衡的自我概念。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哦。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不晓得你觉得这一些小技巧对你有什么样的用处，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又或者是哪一些你觉得你会想要试试看的呢？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麻烦在下面帮我们留言。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身边的人有帮助的话，不要忘记了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出去哦。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